本片故事发生在1947年春，当时东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形势才开始转变，长期在伪满工厂中服务的某些技术人员和个别落后工人，对无产阶级的建设力量还没有足够的认识。铁路领导方面坚决依靠工人群众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完成了修桥的艰巨任务。江桥没修起来，两头火车都被接不上。同志，你忍耐点吧。叫！快点！你死了吗？快的，谁不愿意快的？愿意快走，把江桥修起来，坐火车走。叫！小香，这离江北岸车站还有多远？还有10几里啊，不敢狭了。叫！怎么能够你？20个车皮啊！昨天我不和你快到了啊！能行你？哎，同志同志，请你等。同志，哎，这是代表啊，第6包装所的车皮停在几号？在4号。哎，同志，2个车皮不够，一共80多个单号呢。哎，同志等一下。哎，是啊，73、5点了。哎呀，同志，我是从前锋司令部来的，到这边了解江桥和运输的情况。好，同志。先坐下歇歇。是啊，慢，同志，2头火车接不上，江桥没修起来，当然慢嘛。是啊，对呀，对喽，
这不就对了吗？就是代表同志，我要替你马上给我儿媳切皮，另外再给我儿媳扒了。同志，现在中3号实在挺不住了，现在还在江上风雪里冻着。同志，哎，同志别急嘛，我等1天了。好，同志们别忙啊，都要解决的。同志，你都看见了吧？后方的给养弹药上去的太慢，前方的伤号呢又不能赶快的后运，怎么办？仗是越打越大，光靠着大车运输怎么能行呢？问题的关键是江桥，江桥要修通了，啥都好办。对了，快修江桥吧！是嘛？江桥要是修好了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好吧，对了，我马上回黔东去汇报，即刻建议总部赶快修江桥。对。同志，你哪部分的？铁路总局工程部的。啊，工程部长啊。郑部长啊，这个前方来的急电了，要修江桥。总局的意思是要你们厂啊，完成这4孔桥的桥座子，还有这全部的钢板和铆钉。这个桥的全部工程计划是1个月完成的，可是给你们的时间呢是15天。今天是3月16号。时间呢是最要紧的。4月间江里搭不住木架子，这个桥就不能修了。我看请我们总工程师来一块儿商量一下吧。好，大家研究一下，有什么具体困难我也了解一下。喂，总工程师吗？啊，请你跟技术科张科长、作业科卢科长来我这儿一下吧。好。咱们趁部长在这儿，大家谈谈吧。这么大的工程，就给15天期限，我生平还没有这么一个经验。你看这几天呢？就是材料都齐全了，也得4个月。那么，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？别的先不谈，目前材料就是一个大难题。钢板有吗？氧气够吗？还有，到桥座子就要化钢，化钢就得用电炉。可是炉呢？电呢？钢呢？在哪儿啊？钢板和电的问题倒还好办，路局可以负责。这个电炉啊，1年多没有用了，现在正在动手修，不过能不能修好，修好了能不能使用？是啊，就是电炉修好了，钢呢？目前连废钢也没有啊。你们看，
大堆的难题，怎么办呢？15天线叫我完成这个任务，这我是没办法的。仗是越打越大了，桥呢是非修不可，困难自然不少了，全靠大家想办法就是了。叫我空着两只手想办法吗？厂长，你问问技术科长、作业科长看，日本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日本在的时候要啥有啥，如今可不能比了。提到日本，我倒有话说。我们在山东啊，跟日本整整的打了8年，还不是空手起家，一把钱把兵工厂搞起来。靠什么？主要的是靠工人们，还有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，大家动手动脑子来创造。如今我们厂里头有3、4千人，和你们各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，我想大家要是都能够发动起来，共同创造的话，什么困难？技术上的问题，我可以负责做出计划来。至于说是发动起了群众，能不能够按期完成这个任务，我从来没有过这经验。这样吧，钢板可以由陆局发，电我负责和发电厂交涉，其余别的问题还是你们尽量的想想办法。现在一切困难由我来负责，请你先把图样设计出来吧。好吧。你们2位也多辛苦一下，帮助想些个办法。我很同意你的意见，是应当发动全体职工来想办法。至于时间的问题，无论如何也不能缓期。困难一定是不少，我们工厂的党要撑得起来才行。我先回去开会去，还有什么具体困难，你随时告诉我好。好，回头我打算跟职工会谈一谈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尽量的完成任务。必须先解决电路问题。金武祥，你还干不干了？好，就会穷杂货，瞎鸡巴忙活。你还在这写着？你真是个宝贝。不想把他了，你们我瞅在眼写了一会儿。吴一珠，吴一珠，吴一珠，你们组长老梁的病好点了吗？好是好点了，还得养几天。老陈。路修的怎么样了？路盖啊，我们能拾到拾到。哎呀，路里头啊，我说厂长，
厂长，你看，这炉1年多没使唤了，咱们没有白云石，拿什么修啊？我看得等老梁来不行啊。好，你先忙活着，我到看看老梁去。吃药吧。等一等吧。老梁，在家吧？厂长。厂长来了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吧？好了。哎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。厂长，喝水吧。你看着孩子啊，我去挑担水来。好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前方下来急电了，要咱们要修江桥呢。咱们厂啊要造桥座子，还有全部的铆钉。可是电炉1年多没有修了，你看咱们怎么完成这个任务？电炉的好修啊，就是没有化干的白云石，得想办法。我看这个工程简直是主观主义。你看，这4孔500多吨的桥，既没有材料，又不给时间，看他们怎么修啊！我真是不懂，我也摸不着底儿。不过我想他们敢定这样计划，也许有些道理吧。道理？哎，我看是啊，乔媳妇儿难做这个没有米的饭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可是光靠咱们党员使劲儿啊，还不够，还得想办法把全厂发动起来才行。目前呢，有许多人失掉信心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带起来干。化钢是第一关呐，只要你的电炉能够搞好，大炮一响，4面开花。干吧，想办法。好，我们现在打算先开一个积极分子会呀。我看你不要参加了。我先去找别人谈谈去。怎么，厂长你走啊？啊，我走了。你怎么了？看你药也没有吃，又起来干啥呀？嗨，来了活我就躺不住啊。哎，紧也不在这一会儿啊，你吃了药再去不行。你看，药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去。哎。怎么老记着我看病吃药呢？日本子在的时候啊，吃的什么，住的什么，病了又怎么着？现在啊，前方的活要的紧啊，不把前方支援好，怎么能保得住这个家？
顶就5万多呢，5万就干他个5万，我把我这把老骨头也卖给他。哎呀，转眼光子不够啊，跟仇人呐！啊，这个能想办法。有把握吗？这大刚，你注意都认识呗。我老头子是那嘴上无毛的人啊，我。好，有你老英雄一马当先，我还用愁？可是光你一个人干起来还不行啊，你得想办法带起来。回头到厂长室来，我们一道开个会吧。好，厂长走了。天天喊支援战争，天天喊支援战争。如今前方下来紧急任务了，可是有些人呢，被困难吓到了。我们工人怎么办？我们也跟着躺下去吗？要机灵鼓是干什么的？对吧？有机灵鼓啊，咱们就挺起来干。这点技术活谁还不知道？你2天干的，我1天也干得了。那就看你怎么干了。日本子在的时候啊，我1天给他上了2个螺丝，赶下班的时候，我再给他拧下来，那不也是一种干法呀？对吧？对吧？是啊，是啊。那么咱们现在呢？我来说2句，你们可别嫌乎啊。
老侯头又要开话匣子了，听着吧，说起来就没完了。我说，我们从前为什么磨洋工呢？因为人家不拿咱当人嘛。人家有钱的人或日本人的一条狗，你见了面不得跟人家让路啊？咱就连人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啊！再说，我是怎么样进的这个厂子呢？不是那一个被窝换了50个鸡蛋或1瓶子酒啊！人家翻译官还跟我说了句好话呀！哎，你翻腾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干啥？你别打岔嘛！我为什么不说呢？你想想看嘛！你从前就能坐这软椅子啊？你这要饭的罐罐就敢搁到这桌子上啊？再说，今年过年的时候，那吕局长，就是那铁路总局的那局长啊，还给咱们工人来拜年来着。你走走问问可见过？啊！我这土都埋了半截的人了，大家伙都嫌我当了个组长，我就一下子年轻了10年呀！我这话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别打搅他，让他把话说完。对嘛，还是咱厂长顶民主了。我就是一句话，咱干。那桥不是急等着修吗？厂长，你就下个命令，咱全上3000多号人，那肩膀头扛也把他扛起来了。我老头子要是一发狠呐，那生铁我都啃他几口啊！叫你得想办法嘛，光发狠还行了。喂，总局吗？啊，我就是啊。啊？电业局已经答应给增发800瓦特电力，要用煤去换，好嘛？现在就剩下2个问题了，一个是没有钢，一个是修电炉。老陈啊，用耐火砖来代替，能行啊？你先吃饭吧。能顶得住啊？去问问总工程师。你少吃点饭再去不行。总工程师，咱们没有化钢的白云石啊，我想啊，用这耐火砖来代替，你看行不行？白云石能扛5000多度，这东西只能扛2000度，用它修电炉，这简直瞎胡闹嘛！总工程师啊，咱们用白云石啊，好几炉换一次。我用这个耐火砖，1炉换一次，你看行不行？烧漏了炉怎么办？光凭热情不行，这是科学。我们工人阶级啊，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更要相信我们的创造力。厂长，厂长，我想用这个耐火砖来代替白云石，你给拿个主意吧，你看行不行？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我说啊，这是顶不上白云石啊，可不，咱们活得赶嘛。
前方要的紧啊，我看用这个能行。咱们一炉换一次嘛，勤快这点修，能行吧？我看可以，可以。我记得从前在天津兵工厂的时候，化钢只要2000度就够。回头再跟总工程师商量商量，你们先去准备好。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还没有吃饭呢。今天的会啊，开得很好。可是光我们这些个人呢，一条心还不够，我们一定要把全场都发动起来才行。最近工会不是决定要开职工小组会吗？我们大家一定要起积极的作用，把会开好，来完成这个支援战争的紧急任务。大家有把握吗？有把握。好，党信靠你们。让我说上一句不好听的话吧，现在想修江桥，那不瞎扯淡吗？那么大的工程，那是用气儿催的，那就看你肯干不肯干了。反正我是不信，要啥没有啥，就想修起个大江桥。我看这个戏法怎么变吧。你小子是不是诚心破坏大家的情绪？哎，不怕不怕，有话就说。我说，对，你说。咱们电炉组啊，就是2件大事。头一件嘛，把电炉修好，咱们用耐火砖代替办公室，厂长也同意了。再一件啊，就是咱们眼前还没有钢，没有钢啊，开不了炉啊。大家出出主意吧。没有钢叫运输科去运呗，别老开会空撅舌头。我看多加点工钱比啥都好。你他妈就知道吃饱了睡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老着急嘛，有问题啊，大家出主意嘛。哎，我说伪满时候，咱们工人不是在厂子后边扔了好多废钢烂铁啊？对了，我他妈1年多没扔它，倒把它给忘了。咱把它挖出来不就得了吗？要用30多吨钢呢，挖开那么厚的雪去找，那是玩的。那么我说了，没有桥座子，怎么能把桥梁立上？没有桥啊，弹药、地呀，运不到前方去怎么办？说老陈啊，什么东西还不是咱们这2只手弄出来的？我去试试看。组长啊，你还有病，你不能去，让我先去看看。要去咱们大伙儿都去，咱们这人也不够啊。那还不好办，让职工会号召一下，有的是人。对嘛？知道吗，总工程师？工人们干起来可也真带劲儿，一下子就拔出来30多吨钢。怎么，你也来向我宣传吗？拔钢是处理的事儿，这个容易；修电炉恐怕可就不这么简单了。我从来是不大相信我自己的耳朵，我就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
小吴，路修的怎么样了？快了，就等西部箱子砖了。哎呦我的大爷呀，3块砖你求这么半天，我说你是不是在道上又睡了一觉？人家跑了半天，你起码给在仓库里磨了3块砖头，在板凳上还摔了一跤呢。这他妈啥子？咋不一样啊？黑了吧唧一脸麻子。这是耐火砖吗？我亲自从仓库里拿来的嘛。哎，我还是去问组长吧。哎呀，我的腿都快跑断了，你问他就没个完，算了吧。哎，那不能烧坏了路拉稀啊。拉不了稀。好。哎，好了吧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就上来歇一歇吧。大肚子魂啊，你吃的也有了，穿的也有了，你就软软和和的过日子吧。你可别拉稀呀！可敢拉稀？哎，我写着个字镇。你产拉稀。能保险吗？能保多少，组长？行不行啊？行啊，放心吧，出了毛病我担保。好了，上锅盖吧。您坐点啊，亚豪，来吧。怎么，这老家伙连饭都不吃，又在这耍猴戏呢？可不，就这么几个破风转子，几天的功夫就想赚5万多元，真他妈邪门！共产党来了不到1年，新鲜事儿越来越多。你别看年纪，说不定还能钻出个道道来。我看赶没上催火不通啊！俺就是长虫钻竹竿子，钻不通，俺就不回头啊！来，押金，好吧？怎么样？行了吧？啊？好了吧？我做这玩意儿就是为了个快。来，来，小伙子，去。把住了啊！好，押紧点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小伙子？服了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
过去咱受了那日本鬼子14年八嘎八嘎的气啊！国民党二满洲来了，又在这住了这些日子，咱工人就和那没娘的孩子一样啊！我这老脸上，人家谁愿意拐他两下，人家谁就拐他两下。如今呢，咱有了娘了，是谁呀？是那共产党嘛？是咱们自己的党，那无产的工人的党嘛。前方打仗，流血流汗是为了谁呀？是为了咱们。咱们不是那没良心的人呐，咱们要赶快为前方啊！咱这风钻不是不够使唤呢，大家伙儿都就照着我那法，找出那巧劲儿来，3个人一把，大家伙儿一起干啊！这叫什么来着？这就叫那组织起来嘛！怎么样啊？这半天干了多少啊？老鼻子了，照这样干，有3天就干出来了。这都是咱们老郝组长的功劳啊！哎，不是，我提议，赶快打电话给厂长，我们的任务保险完成。哎，上黑板报吧。对，我提议，咱们铆工厂跟电路组挑战。对，我们向电路组挑战。我同意，我还提议啊，把我们老郝组长用广播机给广播出去。把老侯头用广播机广播出去，对，广播成了。老梁，老侯啊，发明了个好办法，铆工厂都组织起来了，要和你们挑战呢。好吧。快吃饭吧。已经出了岔，就慢慢想办法呗。你光着急能顶啥用啊？不哭了。
老梁，做工作嘛，怎么会能出错呢？厂长，现在这时候出篓子，没把党员的任务拿起来啊！老梁，不要紧，做错了我们重来行不行？我想我们只要能够找出毛病来，还能想办法。对着呢，头都想疼了，厂长。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砖？这不奶火砖呀！你拿这个来干什么？昨天我和媳妇商量，就把这样砖用了3块补在炉里了，就在补的那个地方出了篓子。哎呀，同志，这种砖呢，只能化铁，不能化钢的。你真好的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前方都是妖货，你出了这么大的毛病啊！你这小子你真是的！哎，老侯大哥，小吴啊，别哭，怪我检查不够啊。伪满的时候啊，国民党的时候，没人教给他们，不懂啊，是怪我检查不够啊。厂长，毛病找出来了，一看能行啊，咱们接着干啊。好，问题既然搞清楚了，我们还可以再接着干的。好，老梁，你先歇着吧，我回去了。小吴别哭了啊。小吴啊，咱接着干吧。你快去把咱电炉组工友找到厂里去。你怎么不要命了？你怎么了？过去咱们干活给人家掌柜的干，现在给谁干啊？现在给咱们自个儿人干了，还能不实心干？小吴啊，快去给老梁传上去。老梁做的对，你听我跟你说嘛，这年头咱工人和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小吴啊，你别去怪老西啊，赶快把电炉组工友招呼到厂里去。组长，这回能保准吧？会不会再出毛病啊？
这回再出毛病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对呀，可得加点小心呐。你们放心吧，出一次篓子，咱们得一次经验。现在毛病也找出来了，再不会出错了。秀祥，秀祥，别他妈在这磨洋工捅娄子了！你那3块砖，差一点没要了人的命。要是在伪满时候啊，摸摸你小子脑袋还在不在了？吴一珠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那个时候要去问问组长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思？你们干活吧，我去看看。我也是不懂，我就是懒。你懒？小吴啊，你别怪老西，怪我检查不够。以后啊，咱们可不要再马虎了，啊！好，你们干活吧。你歇着吧。部长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们估计还得多长时间？我估计顶多不过10天了，现在就等着瞧座子呢。赶快打个电报去催瞧座子。好吧。我是厂长。啊，你是翻砂厂厂长？说吧。对嘛？怎么？电报。啊，电炉开工，我知道。怎么，工友们还有点担心啊？哎，问题不是搞清楚了吗？上次是因为耐火砖出错了。好，你告诉大家放心好了，出了错我完全负责。好。图样是设计出来了，至于这个工程能不能兑现，还要请你多加考虑。电炉在起火之前，我一直是非常担心的。那么，实验的精神固然很好，可是科学的计算是不能用侥幸来代替的。电炉在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几家，这一次要再搞坏了，可就连根拔了。那以后怎么办呢？你的意思都是好的，你是为工作着想的。这儿有江桥来的一个电报，你看看吧。我们想想冰天雪地里的战士们，战争啊，要求我们突破一切的困难。我们继续研究了一下，认为还是有把握的。这也许是一点狭隘的经验，可是我们不妨再试试看，还希望你能够多帮助。共产党的毅力我是佩服，不过我总是还不大放心。科学的精神呢，注重在实验。我们还是再试试看。天快亮了，你该回去休息了。我还要去看看电炉去。好吧。
组长，组长，啊，组长，你已经3天3宿没睡了，来，我替你，你歇一会儿。不要，人躺下，心也躺不下。等开了炉啊，打个盹儿就行了。你去歇歇吧。西不祥，你怎么又在这睡觉？围住！围住！小吴啊，你怎么老跟西不祥吵嘴呢？不要老找西不祥的错了。谁都有缺点，什么事要慢慢来嘛，不要什么事一来就动态度嘛。工作要靠大家团结起来干，一个人啊成英雄不行的。西不祥啊，他也是个老实人。他家2辈都是工人，就是他现在还没想通啊。他要是明白过来的话，他也是一把好手啊。能干点，多干一点，叫西不祥多休息一会儿嘛。活吧。组长，组长啊，老谢啊，组长，我老梁，老梁。怎么样，老梁？不大名啊。江桥来电报催巧做的呢。行了，老谢啊，扒柚子吧。各分厂的工友们注意！各分厂的工友们注意！现在是工会宣传部向工友们广播：今天电炉化除第1炉缸水，电炉安全无损。电炉组的工人们
现在他们就要动手画第二炉缸了。他们有信心一直画下去，完成全部任务，并且不叫电炉出一点毛病。各分厂的工友们，我们工人在克服初步困难中，已经表现了无限的勇气和聪明。我们全厂的工人为了支援战争，听见了吗？而且工人们到底捣鼓出些玩意儿来？表现了工人的创造能力。侥幸的事，保工偶厂然的事，空钻不够，世界上总是常常会。侯组长为了抢夺，发明了空钻的机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是赶快把臭样给赶出来，别让工人说我们是落后分子，那可就无地自容了。工友们，胜利一开始，胜利就要继续下去。工友们，为了支援战争，为了胜利，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，努力前进吧。好了，老梁，成功了。你已经3天3夜没有睡了，该回家去休息休息。这是大家的功劳。前方活要得紧啊，接着干吧。老梁，我看你还是回家歇歇去吧。不要紧。好了吧？开炉吧。老梁，开炉啊！快开炉嘛！组长。谁在把扎？我，组长，是我。西不祥，把扎给我吧。组长，你放心，我行了，不会出岔子。组长，你太辛苦了，我们也学会了。组长，你该歇歇了。组长，你的心思已经用尽了，我们保准把前方的活给赶出来，你放心吧。你们也辛苦了。我仗还没打完，就能下火线吗？
人气呀！老梁，你是好同志啊！你已经把大家都带起来了。我扶你回去歇歇吧。日本在的时候，他是从来不许老梁靠近这个炉啊。他是偷着空子销毁了这个玩意儿。以后，共产党来了，这炉就成了他亲人一样了。组长老梁，他天天叫着别人：“你们歇一会儿吧，你们歇一会儿吧。”自己就几天几夜不眨眼儿，是一个病身子，要不他也不会昏倒啊。年轻轻的，要来找倒把手，那不就好了？开炉了，开炉了，开炉了！老西啊！我早先对你的态度不对呀，现在你带头干了，我听你的，干了。到厂里去了，看看缸化完了没有。吃个早饭再去呗。组长，组长，老西啊，组长，我给你报喜讯来了，我们没有给你丢人了，10天的活我们7天就完成了。8个桥座子全都出来了。老西啊，你们辛苦了。好，活还没有完，眼看就4月中了，一化了冰啊，桥就修不成了，桥还得抢着点修。你看。春暖了，干吧！铁路总局吗？铁路总局吗？啊，是的吗？已经开始化冰了吗？上游的冰流就要退下来。需要马上增加工人呐！哎，马上增加工人。怎么？要我们自己想办法？好嘛。部长，铆钉工人不够，有许多铆钉是活的，有割下去另铆的，你看怎么办？我看还是打电报给铁路工厂吧，赶快派工人来帮助抢修。好，你拟个电报稿吧。
渐暖，江桥需加工抢修。你看得需要多少工人？200多名吧。好，苏泊工人250名吧。派可靠同志率领前来，国际务务。梁日升这个同志啊，因为他有病不让他去呢，他偏偏要去。不过现在工人可是发动起来了。是啊，工会号召250名，现在报名的就400-500。这要是在1个月之前呢，恐怕请也请不到这么多呀。好，我现在要走了，厂里头的事情你们3位就多辛苦了。好吧，一切按照厂务会议的决定执行就是了。好，厂长您放心好了。厂长放心吧。哎，老梁，不让你去嘛，你就不要去嘛。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哎，老梁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不要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不要去了，算了，对，别去了。不让你去，好，不要去了啊。再见吧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宋厂长，郑部长。哎呀，亲自来了，郑厂长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辛苦了。没什么。哎呀。架子吗？行啊。他就是梁日升同志吗？啊，他就是我们组长梁日升啊。梁日升同志啊，你病好了吗？好了，干点轻活吧。哎，人行了。
修好。来吃点吧，严师傅。来，走吧。看你们吃的真快啊！老侯啊，你们这边今天晚上能完工吗？暖水已经下来了，条架子眼看就搭不住了。难道说最后一天晚上咱们还出这个岔子？咱64拜咱都拜过了，咱还差这一哆嗦。就是赶到天亮，咱得把活干完啊！咱们今天这边都要好了，不往不下架了。哎，对，不下架。船长，咱们不想拉屎了。把开飞机打开。哎，大风机，怎么风没有了呢？哎，大风机，给抓呢？怎么把风给停了呢？风没了。哎，风啊，不早准备呢，还是一个劲儿往下流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打风机的怎么死了吗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打风机坏了。来了，哎，马也来了。是哪儿的毛病啊？是滤尘器的毛病。把电门推上吧。把电门推上。哎，风来了，风来了，赶快干活吧。好。风来了，快干活吧。只有这个桥架子再支持1个钟头。
好玄乎了，吵架别冲垮了，活嘛，总算是抢完了。哎，干啥？外边通车典礼啊，就快准备好了，我去。1个多月不刮胡子，倒成了个脸张飞胡子了。总工程师回来了啊！瞧，我看了一下，时间是这么短促，条件又这么困难，质量就算不错了。不容易，哎，真是不容易。休息休息，休息休息。哎呀，说句老实话，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工人这样的卖力气。是啊，要是工人们呢，真正的力量要是真发动起来的话，那是不能用平常方法来计算。老实说啊，没有工程师们的设计，也是不成。那里，总工程师啊，你也该好好的歇歇了。没有什么。好，通车典礼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去吧。好，好，我们去吧。敲醒了啊！行，哎，部长来了。老梁啊，老侯组长，通车典礼就开始了啊！啊，你们都辛苦了啊！哎，没啥，没啥。心里的话要告诉你，我这么大的年纪，我要求厂长一件事情，我能不能参加咱们的党呢？能，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。厂长。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苏联解体万岁！老梁组长，你这回可该好好休息几天了吧？仗还没打完了，不能休息。就是仗打完了，全国胜利了，我们工人阶级也不能休息。